河南51岁天才饲养员惨遭2只发情猛虎撕咬致死，警察紧急开枪将其击毙，短短1小时，1人2虎相继殒命。据河南日报报道，2021年5月23日，河南西川马戏团最有经验的空中飞人孙女士与丈夫江先生正在表演，吊车将2人缓缓升至距离舞台15米左右的高度时，舞台下的观众举起手机，想要记录下这一惊险刺激的一幕。在大家的期待下，孙女士与丈夫在半空中变换着各类动作。突然，孙女士的双手似乎想要极力抓住搭档的双肩和脖子，但孙女士没有抓住，身体开始从高空坠落，重重地摔在舞台上。急救车将孙女士送至人民医院，晚上11点左右，孙女士经抢救无效死亡。那一幕被数百名观众的手机拍下，画面震撼人心。事后，江先生为妻子安排了葬礼，而同事们还在为这位深受喜爱的表演者哀悼。此刻的马戏团氛围压抑至极，除了悲痛，许多员工亲眼目睹了坠亡现场，心理创伤仍未愈合。而更雪上加霜的是，整个马戏团正被当局全面调查。警察的持续盘问、长时间的审讯让所有人筋疲力尽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努力维持日常工作，修理设施，照料动物，只为让自己暂时忘却这一连串噩梦。事故发生2天后，也就是5月25日清晨5点，团队像往常一样早起集合，在大门前等候经理分派当天任务。虽然马戏团仍处于停业调查期，但喂养和清理动物依旧是繁重的日常工作。他们饲养着猴子、老虎、大象、狮子、熊、蟒蛇，还有宠物园里的山羊和兔子。大型动物和猴子经过严格训练，能为观众表演各种惊人技艺，甚至连爬行动物也有自己的展示区。这天早晨，他们将团队分为2组，第一组负责给所有动物喂食、加水，第二组带着工具箱，负责维护笼舍、上油、加固铁网、检查围栏结构等。等食肉动物吃饱后，第二组才能靠近笼区工作。毕竟，哪怕是最温顺的猛兽，一旦饥饿或受惊，也可能瞬间恢复野性。而这一次，他们即将目睹一个足以让人噩梦连连的瞬间。随着他们继续深入园区，动物也越来越大。穿过宠物区后，沉重的铁丝门在他们身后被拉上，推着独轮车在满肉块与饲料袋的队伍有条不紊地前进。园区的每个分区都设有这样的安全措施，一旦有动物挣脱驯养员的控制，至少还能被困在各自的围区中。接下来是饲养蛇类与蜥蜴的玻璃管舍，然后是猴子与非洲羚羊的区域，再往前是狮舍、熊舍，而最后的猛兽表演成员是西伯利亚虎与大象。那场悲剧的根源正是在喂食老虎时的一次小小疏忽。那天，6名工作人员推着装满大块山羊肉的独轮车进入虎舍。那片围栏区域高大坚固，笼门只有一道滑栓式栓锁，没有额外的锁具。理论上，这种装置足以防止动物逃脱，毕竟老虎没有拇指，不可能自己打开滑栓。2名饲养员推开门，把肉块抛进直径近10米的草地笼舍中。老虎不同于其他动物，急切地扑向食物，4头老虎静静地盯着它们，等人离开后才会进食。大猫的观察力远超人类想象。就在饲养员准备离开时，其中2头老虎注意到最后一个人拉栓门的动作，他并没有低头确认。那根金属滑栓偏离插孔几厘米，竟插进了空气里。笼门看似关上，实则虚掩，只要一阵风便能轻易被吹开。4头老虎中有2头开始进食，另外2头，也就是注意到失误的那对，依旧趴在草地上。他们极有耐心，经过多年规律的训练，早已熟悉人类的行动轨迹。他们知道工作人员接下来会去喂大象，几分钟后再折返回来，而那时老虎们将被单独留下。果然，不到10分钟，6名员工又从虎区旁经过。等他们喂完所有动物，一路走到园区最深处时，另一支维修小组来到了这里。此时，那2头老虎已经缓缓靠近笼门，其中一只较为大胆的4岁雄虎伸出鼻子，谨慎地嗅着门缝。就在他犹豫之际，几米外的隔离门被推开，3名维修工走了进来，手里提着工具箱与润滑油罐。他们短暂地停顿了一下，观察着这一幕，然后野性在寂静中被唤醒。那3名工人毫不在意老虎的存在，正朝大象区走去。其中一人是51岁的杨亚，他已经在马戏团工作了20多年，是厂里出了名的老手。那天他像往常一样，嘴里叼着烟，一手提着沉重的工具箱，一手点燃火苗，打算把打火机随手塞进口袋。就在这一瞬，火光映着他布满皱纹的脸，忽然啪的一声，手一滑，铁质工具箱重重摔在石板路上，钳子、螺丝刀和扳手叮当四散，
同行的工友笑着调侃他笨手笨脚，他笑着摆手让工友们先走。阳光从笼顶的铁网缝隙里斜射下来，杨亚弯下腰，烟雾缭绕，手里一件一件拾起工具，全然没注意到身后那道铁门正被风轻轻推晃。就在不远处，两头老虎静静注视着他，瞳孔收缩成细线，冷光一闪，那只雄虎微微起身，肌肉在皮毛下滚动，它的爪尖轻轻碰到笼门的铁条，咔的一声轻响，几乎淹没在金属工具的碰撞声里。笼门缓缓划开，门轴发出一声细不可闻的尖鸣，杨亚没听见。他正哼着小曲，将螺丝刀往箱里丢去，金属声此起彼伏，完全掩盖了危险的脚步声。雄虎低伏着身子，步步逼近，呼出的气息几乎贴着地面滚动。他的每一次移动都像蓄势待发的弓弦，紧绷而致命。年长的雌虎也从阴影中跟上，低吼一声，宛若风中掠过的暗流。他们一生未曾见过真正的荒野，却在此刻被饥饿与本能彻底唤醒，猎杀的欲望在血液中沸腾。这时，前方的工友忽然心头一紧，本能的回头一看，透过那道铁网，他瞬间呆住。两头老虎正匍匐在地，离杨亚不过3米。杨亚，快跑！他声嘶力竭地喊出警告。杨亚猛然回头，几乎与那双燃烧着兽性光芒的眼睛对视。下一秒，雄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低吼，如闪电般跃起，利爪张开，血盆大口直扑他的面门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。杨亚的瞳孔骤缩，手中铁锤本能地挥出，巨响回荡在龙躯。铁锤重重砸在虎爪上，巨兽的身躯在空中被硬生生打偏，伴着一声诡异的嚎叫，翻滚着砸在石板上，尘土与烟灰四散飞扬。但杨亚还未来得及喘息，一阵低沉的嘶吼声从背后传来，另一头雌虎已然俯冲而至。第二只雌虎发出一声震彻龙躯的怒吼，猛然跃起，巨大的身影在阳光下掠出一道阴影。此刻，杨亚仍蹲在地上，背对龙门，几乎毫无防备。下一秒，重达300多斤的猛兽从上方俯冲而下，带着狂暴的力量砸向他。锋利如刀的爪子瞬间撕开皮肉，深深扎进他的头骨与肩膀，獠牙咬住了他的面颊，血花立刻喷溅。杨亚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声音在铁笼间回荡，震得所有人头皮发麻。他死死攥着铁锤，拼命挥舞，盲目的乱砸，却根本无法撼动那头疯狂的野兽。铁栏外的同伴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，几乎崩溃。那道门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，他们想救他，却又不敢贸然推门，因为笼区内还有另外2头虎在躁动，一旦门一开，4头猛兽便会同时冲出。他们声音嘶哑地通过对讲机呼救，语无伦次，惊恐至极。无线电里传出的全是杂音与惨叫，外面的队员几乎听不清内容，只能听见老虎跑出来了的喊声，整个马戏园瞬间陷入混乱。笼区周围人声鼎沸，动物惊恐的嘶叫，铁笼被撞得铿锵作响。就在这时，那天来源调查事故的几名警察也听到了警报，立刻拔枪冲向现场，但一切已经太迟。短短10几秒内，杨亚的情况急转直下。那头雌虎仍死死咬住他的脸，血液顺着虎牙不断滴落在石板路上。而那只雄虎也重新站稳了身体，怒吼着再次扑来。他一口咬住杨亚那条还在本能挣扎的腿，2头猛兽一左一右，像是在进行一场野性的血腥角力。雄虎拖拽，雌虎撕扯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腥甜铁锈味。雌虎的利爪深深划开肌肉，鲜血喷洒在地面，顺着石缝形成了一条蜿蜒的红线。他咬住他的肩膀，狠狠甩头撕扯，血肉飞溅。另一只爪子箍住杨亚的额头，下一刻爪尖猛地探入眼眶，硬生生掏出他的眼球，连带扯下大片头皮。杨亚大喊一声，然后一切戛然而止，失血、剧痛、恐惧、休克，所有感官在瞬间崩塌。杨亚的身体彻底瘫软，双手垂落，香烟仍在指尖冒着微弱的烟丝。可2头老虎没有停下，他们更加疯狂，像陷入嗜血的癫狂，撕扯、咬噬、甩动，一心要把眼前的猎物彻底撕碎。当警察与其他员工冲到笼区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呆若木鸡，鲜血染红了石板路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气，有人当场呕吐，有人吓得瘫坐在地。这一幕将在他们脑海里烙下一辈子的阴影。周围狮子和黑熊的笼子里传来暴躁的咆哮声，他们被空气中浓烈的血腥味彻底刺激得发狂，疯狂地拍打铁栏，发出震耳欲聋的撞击声。警察推开惊恐的工作人员，一眼就明白现场的情况，那名男子已经当场死亡，而另外2名维修工被困在一道薄薄的铁丝网后。
血腥味让两头发狂的老虎随时可能翻越围栏攻击被困的人，或是扑向另一侧的员工。5名警察几乎不需交流，目光一对便同时举起武器。一瞬间枪声震天，雌虎中了至少4枪，雄虎更是被6发子弹击中。两头猛兽被强烈的冲击力打得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石板地上。笼区中原本躁动的其他2只老虎也被枪声吓得仓皇退回笼中，逃离那片血腥之地。趁此空隙，警察们冲进铁门，将仅存的2只老虎牢牢锁回笼内。令人震惊的是，那头雌虎竟然还在微微抽搐，艰难地喘息。片刻后，一名警官走上前，举枪对准他的头部，砰的一声结束了他的痛苦。2名被困的维修工被救出，他们经过朋友的尸体时，一个人几乎站立不稳，另一个则失声痛哭。不久，法医赶到，将杨亚和2头被击毙的猛兽一同运走。2天后，河南西川马戏团宣布永久关闭。不到1周，场内所有动物被转移到全国各地的自然保护区和公园，从此不再登上舞台，也永远不会再次回到马戏团。